the Chinese people, can they read the fortune cookies? Because they're all printed in English. What the hell? 我受夠啦！你想問乜嘢問題啊？你成晚就問埋我啲無聊問題，你當我係咩？你咪玩緊我啊？你係要我發火先得嘅？爛泥扶唔上壁啊！你呢啲啦，咁賤格嘅你，收皮啊！或许只有这个男人，只有这么大牌面，能让六公主亲自为他开启个人专场。曾经被欺负成丧家之犬的星爷，换来这份迟到的认可，他几乎等白了头。小时候看他的电影，光顾着笑，如今才听懂他那句无奈的叹息。其实我的其他很多电影，我都是把它当成正剧来拍的，但是就是不明白，老是拍出来，人家都是觉得是喜剧这样。在1997年之前，整个香港还处于英国管控的年代，艺人公开发表爱国言论，分分钟是要丢饭碗的。当年梁小龙就是在镜头前表达爱国言论，直接被封杀近20年。影帝梁家辉跑内地拍戏，并拒写悔过书，最后沦为街头摆地摊，才能勉强糊口。这波杀鸡儆猴导致众多香港艺人不敢发声。在80、90年代，香港电影的最大票仓在台湾省，当时的台媒放话，谁敢去内地拍戏，谁敢亲近大陆，你的电影就绝对进不了台湾市场。这等于直接断了演员和投资方的财路。唯独26岁的周星驰敢在 TVB 台庆演唱《我是中国人》。不管生在哪里，我是中国人，无论是在何处，是做中国魂。到了香港回归前夕，整个香港被一股恐慌的情绪所笼罩，明星与富豪疯狂套现、抛售家产、居家移民到海外。当时报纸上全是港土居民跑路的新闻，只有周星驰直面镜头，平静且坚定地说出这句话 Ich habe Vertrauen in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I have confidence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当时很多人笑他傻笑他看不清形势，但在他心里却跟明镜似的。身为中国人，时隔多年再次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有什么可慌的？因为心里装着这股气。在这个多数人不敢吭声的时期，星爷将无厘头做防弹衣，把对民族尊严的坚守和对列强的不满塞进了喜剧的每一个包袱里。皇帝朱元璋都不认识，却把清朝那些皇帝的家谱背得门清，这是在讽刺年轻一代学习被阉割的历史，早已忘记自己的根在哪儿。在武状元苏乞儿里，满大街都是留着长辫子的人，唯独他演的苏灿一身汉人打扮，他故意装作文盲，连被抄家砍头都不愿意给皇帝写一个字。等皇帝想招安他，让他解散丐帮，封他个大官时，他却说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话：“你丐幫弟子幾千萬，你一日唔解散，叫我點安心啊？丐幫有幾多乞衣唔係由我決定，係由你決定。我如果你真係英明神武，令到國泰民安，揾鬼得人做乞衣咩？”在整蛊專家里，他對着日本商人毫不留情的連環拷問。当年你为什么打我们中国？是我阿公，在你阿公罚2亿。当年南京大屠杀，你有没有分？我还没有出生呢。这么晚出生，多罚2亿。局长，为什么你找日本鬼子要抢夺钓鱼台？我不是日本人的。那你什么人？不是我老妈跟洋鬼子生的。你这个狗打狗！短短几句台词就把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扒了个底朝天。在新精武门1991里，面对日本人的挑衅，他是这样说的：“他侮辱我们中国人，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事。各位，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本应该互相帮助，同门如兄弟，生死与共。这就是我们龙的传人传统的美德。我们并不是东亚病夫。”最后更是解气的把写有东亚病夫的字条硬塞进日本人的嘴里。周星驰不但戏里刚，戏外更是从不弯腰。大家都说他要是早去好莱坞，名气绝对能跟成龙平起平坐，但他却硬生生推掉了。人家3次，第一次好莱坞想翻拍食神，要求把中国菜换成西餐，星爷直接撂挑子，不保留中国元素就免谈。第2次邀请他导七龙珠真人版，一看老外给的预算和敷衍的制作标准，他转头就辞掉了导演。结果大家也知道，当年七龙珠上映时口碑有多烂。第3次好莱坞想让他演当年李小龙出圈的角色加藤，星爷只提了一个条件，把加藤的设定从日本人改成中国人。可傲慢的好莱坞拒绝了星爷的要求。全世界都知道，李小龙是周星驰一生的偶像，能够去好莱坞接班偶像演过的角色，对一个电影人来说是何等的荣耀。但就在这种终极诱惑面前，周星驰却冷静地出奇。在他眼里，致敬偶像固然重要，但如果在全世界的荧幕上把一个本该是中国人的面孔改成日本人去讨好市场，那就是在戳他的脊梁骨。所以他宁可不要这泼天的富贵。在外国宣传电影遇到外媒阴阳怪气的嘲讽，他也毫無顧忌地當場發飆罵回去。你係要我發火先得嘅，爛泥扶唔上壁啊！你呢啲啦，咁賤格嘅你，收皮啊！
在这个圈子里，他一直是个异类。参加音乐盛典，所有明星们清一色的高定礼服，唯独他一身板正的中山装。在疫情期间，别人做慈善大搞排场，而他却一声不吭，直接将顶尖医疗设备送到前线。而白衣天使们称他为一份拯救生命的礼物。星爷你好，我是雷波。你为我们四川医疗队送来的这批顶级的防护设备，我们已经收到了。这就像给在战场上的勇士们配备了最优良的武器，这是一份拯救生命的礼物。几十年来，半个娱乐圈都在骂他脾气差，不好合作。可你仔细琢磨，谁也说不出他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同行们受不了的是他对每一个镜头死磕到底的偏执，其实心里都敬佩他无人能及的才华。面对铺天盖地的黑水，他从来不解释，他把所有的委屈、挣扎全化作了《大话西游》里的自嘲。那个人样子好怪啊！我也看到了，他好像条狗啊！全变成了《喜剧之王》里鼓励普通人的那句“岁月不饶人”。当年银幕上逗我们开心的星仔，如今早已满头白发。在前几年的央视专访里，他的眼神却依然像当年一样清澈笃定。我永远都是中国人，所以香港跟国家其实是文化相同，血脉相同。在这个无数人把爱国当成收割流量的密码，赚足了钱就换国籍的时代，回头再看周星驰，简直就是一股清流。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把爱国刻进了骨血，守住了名利场里的底线，更撑起了永远不肯弯下的中国脊梁。懂他的人终会明白，那一句句无厘头的台词背后，是他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是他写给祖国最动人的一封情书。开了一辈子无厘头玩笑的周星驰，却有一件事他从没开过一次玩笑。这要先把时间拨回到1988年，那年的香港距离回归还有9年，英语依然是身份的象征，而说普通话是会被人嘲笑的。也正是那一年跑了6年龙套，刚从儿童节目主持人熬出头的周星驰，却在 TVB 现场舞台上当着全香港唱了一首国语歌。我不管生在哪里，我是中国人，无论是在何处，是做中国魂。 7年后的1995年，距离回归还有2年的 TVB 晚会上，所有嘉宾穿着西式礼服，也只有周星驰穿着中山装起身鞠躬致意。而10年后的2005年，此时的周星驰早已经不是龙套，他带着电影《功夫》横扫全球，好莱坞把红毯铺到他脚边。结果发布会上，一个外国媒体却阴阳怪气地问了一个问题 ：How is it that Chinese people can they read the fortune cookies? Because they're all printed in English. 全场都在等着星爷用无厘头打个哈哈混过去，毕竟他是喜剧之王，接住嘲讽再抛回去是他的基本功。但星爷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What the hell！ 我受夠啦！你想問乜嘢問題啊？你成晚就問埋我啲無聊問題，你當我係咩？你咪玩緊我啊？你係要我發火先得嘅？爛泥扶唔上壁啊！你呢啲啊，咁賤格嘅你，收皮啊！ 而这也对应上了1988年他在晚会上唱出的那句歌词：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 戏里戏外40年，他始终坚持一条线。很多人爱国，声音大到像在营业，但星爷是反过来的。1988年说爱国没好处的时候，他唱了出来。2005年一笑了之就过去的访谈，他当场就翻了脸。他像个异类，可以接受全世界诋毁自己，但谁敢染指他背后的那片土地，他就直接掀桌子。而看懂这一切，你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在《功夫》女足上映前2个月，央视6公主就连着排播周星驰作品，几乎成了他个人专场为他预热。7月1日是建党节，也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央视网还发布周星驰庆祝视频，为星爷站台。这样的顶级排场和背书，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怎么可能只是为了一部电影？这更像是一封迟到的回信，写给1988那个站在台上孤立无援的年轻人，感谢他近40年来的坚守。星爷这辈子公开承认过的偶像只有李小龙，那个告诉全世界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的人。而李小龙走的那年，周星驰才11岁。很多年后，有人问星爷，为什么你总在电影里致敬李小龙？他说，李小龙相信中国功夫有一天会变成全世界最流行的东西，然后他真的做到了。所以有些东西是会传下去的。一个人在荧幕上挺直的腰，会成为下一代人一辈子的脊梁。只是李小龙用的是拳头，周星驰用的是笑声，兵器不一样，守的却是同一样东西。功夫女足这个电影我已经看完了。首先第一个感受的话，就这个电影从刚刚开始的话，就是能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他谁的面子都不给。
他要播放的是一个电影，所以说这个电影从开场的时候，除了中国电影那个龙标出现以后，后面直接没有其他所谓的作为这个电影的投资方给他展现一下他的公司的标志，一个都没有，包括他自己的一个都没有，直接进入内容主场，然后开始足球比赛。一开始的5分钟直接给你点燃的时候，后面有一些情节就10分钟左右的话有一点尬场，大家干场，这个干场马上就没了这是最值得我夸的一个点。谁的面子都不给，我是来什么？我是来把这个电影放映给大家看的，不是为了展现你们那个龙标，你们那个公司的标志，不展现这个东西，一个都不展现。除了展现官方的那个龙标以后中国就电影审核的那个龙标以后，其他的谁都不展现，我都不展现这是最值得夸奖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值得夸奖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台词非常嚣张，这个嚣张就该有，这是绝对的文化自信。什么台词呢？中国功夫天下第一，这就是绝对的文化自信。看了不嚣张吗？这种嚣张，我看的时候是很爽很带劲，然后全程的感受的话，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去看。我是经常笑，我周边的人就经常笑，我们不是逃走演。所以说这个电影的话真的很好看，我满分100分，我给个9分，我给个9分。我再跟你们讲，周星驰的电影，特别是他这个功夫女足，你要比，他只能让他这个电影跟他以前的电影比，对不对？你不要让他跟别的导演拍的电影比，一比的话，别的导演的电影就直接给他压在底下。这个电影一看的话，就是给我们老百姓看的，就让我们图个乐，图个爽，然后反映一些真正的一个点，比方说中国功夫天下第一，这就是一个点。你看你听到这台词你不带劲吗？妥妥的文化自信，绝对的文化自信很带劲。所以这个分90分，至少有分，我给他满分100分，我给他打9分，我很满意。讲白了，这个票钱值，就是值，赶紧去看，是真的。